你爷都喜疯了，选了那个冰花纹的，还让爹去县城给香香扯块绸子做奖励。8月30，丁立人休沐，丁昭赶着牛车带一家人去县城。丁香把菲菲拴在东乡门柱上，同黑娃玩。丁香的心都飞去了书斋，不仅因为紫葫芦，还因为寻驸马。进了城，把车寄存好，一家人分头行动。丁立春4兄妹去书斋看书，丁昭和张氏去看开绣房的铺子，还要买丝线给丁香扯料子。丁昭嘱咐大儿子必须不错眼的守着小闺女。一进书斋，丁立人和丁立来各自去找他们感兴趣的书，身边只有丁立春。丁香悄声问掌柜，有没有荀千代写的书或编译的书啊？掌柜一脸懵。荀千代的书？这荀千代是谁啊？没听说过呀。荀香极度失望，他看看丁立春，意思是荀驸马也没有你说的那么著名嘛，书也小众，连县城书店的老板都不知道。丁立春挠着头，不好意思。我没吹牛啊，京城的人的确喜欢谈论荀驸马，说他有大才，特别是小姑娘，一说起荀驸马，眼睛就晶晶亮。荀千代就是荀驸马，有没有他的书？驸马爷都是享清福的，谁吃饱了撑的写书啊？年轻人定是搞错了。丁香只得去找有关植物或药物的书看。丁香想看的书只有20几本，还都在书架的最上一排。丁立春这么高的个子也得踩着小凳子拿，个子矮些的得踩梯子。书里有对药物和植物的文字介绍，还配了图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丁香基本上只看图或找葫芦2字。他大致翻了一下，没找到他想找的。看到丁香认真的样子，掌柜纳闷地问丁立春：你妹子会认字啊？丁立春笑着点点头，一脸自豪。他没看书，一直看妹妹和观察周围的动向。最终丁立人买了一本薄薄的字帖，丁立春帮他付了500文大钱。真贵啊，500文大钱能买20几斤猪肉，却只买了那么薄的一本书。已经到了午时末，几人去了跟丁昭约好的馆子，每人要了一碗馄饨吃。张氏和丁昭小声说着，我卖了10年的烙子，9四绣房都是龚掌柜看着，他怎么突然不在了？哎呀，可惜了。现在那个掌柜一看就什么都不懂，又傲慢，8成是东家的亲戚，把龚掌柜挤走了。闺女，咱租一层铺子好不好？不好，若租不到好铺子，宁可再等等。这是你爷让我们买的，绸子做春衫，细布做冬衣。荀千代是谁？没听说过啊。我们书斋卖的书都是对学子有用的书，哪怕画本也是卖著名作者的书。丁香又幽怨地看了丁立春一眼，哼，害他白兴奋了这么多天。丁立春也不好意思，他真的没有夸大其词，不止京城百姓爱说荀驸马，曾大爷也爱说呀。丁香去找有关医药和植物的书看，希望能查到有关紫葫芦的信息，不要让他再失望。他看了1个多时辰，在3个哥哥的催促下，丁香极其失望地放下最后一本书。他都走出几步了，又猛地倒回去。他让丁立春把本木香经的第3卷拿下来。这本书的第1页画了一个图，不是葫芦，而是缠在一起的藤蔓。之前他晃了一眼没在意，刚刚才想起来那种藤蔓他见过。图画得很写意，但丁香还是看出来像他在鸡头峰上看到的那一片黑藤蔓。他又仔细回想那片黑藤蔓，再仔细看书上的图案，最后认定那东东就是这东东。山有蜜汁，海有龙涎。丁香的小心肝又是一阵狂跳，这种植物竟然能跟龙涎相提并论。他再继续往左看，大意是这种植物叫蜜之香，是一种阴木，经过千万年转变成一种特殊木材，兼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，且散发特殊香气。极品蜜之香1两万贯，1两万贯应该是比喻，还让丁香兴奋到爆。自己心心念念打听紫葫芦，却没想到最值钱的东东是他没往心里去的黑黢黢的藤蔓。妹妹，这书买回家没有多少用。哪里有没用的书啊？只有看不懂的人。大哥说的对，小子受教了。这本书我买了。这书帮了他大忙，自家也的确白嫖了人家那么久的书。小二方有了笑意。本木香经1套8册，若买1套，每册700文，
只单买一册1两银子。丁香没讲价，掏出荷包要拿银子。丁立春心疼的脸都皱在一起，还是抢先付了。丁香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刚走，书斋掌柜就回来了。小二说了刚才客官要找寻签带的书，还撇嘴道：咱家书斋咋可能卖无名之辈的书？笨呐，连大名鼎鼎的寻签带都不知道，还敢大放厥词。寻签带号四海居士，他的书名都是寻四海。由于专业性强，有些书还不是咱老百姓能看的，多为官府和书院收藏。我们书斋也进过几本，都卖出去了。那么大一片蜜之香，得值上万两银子吧？1万两不止，应该值10万两。关键的是，我现在不算很重，菲菲完全有能力把我带去鸡头峰啊。最关键的是，菲菲现在正在家里，弄些蜜之香回来，铺子有了，房子有了，肉有了，一切都有了，爷爷也不需要再辛苦了。再来到寄车行，丁昭和张氏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那么厚的书，香香看得懂？香香认的字比他3个哥哥还多，怎么会看不懂？这话说的丁立人同学满脸通红。历来没买一本喜欢的书？那些书我都不喜欢。丁香拿着书似是无意地翻着，问了2种植物后，又翻到第1页，指着图问：爹爹，蜜之香和龙涎香是什么呀？我之前听爹爹说过沉香珍贵，只有贵人才用得起，这2种香有沉香好吗？这些东西都是贵人用的，爹不太懂。要我说呀，这男人用什么香啊？用皂角把身上洗干净，有股皂角香就最好闻的。我依稀记得读书的时候听先生讲过，龙涎香最持久，也最稀有，沉香最好闻，还能雕念珠或者摆件儿，而蜜之香兼而有之，是最贵的香。这3种香的极品都是按两或者钱卖的。在京城绣坊里，我也听了几句闲话。一个官家女眷说家里得了几钱蜜之香，她婆婆呀宝贝得跟什么似的，定要放在过年用。鸡头峰上的蜜之香肯定是极品了。丁香小心肝狂跳不已，天还要装淡定。丁香跑去菲菲面前，把她搂进怀里，让她的小脑袋钻进自己腋下。菲菲咕咕叫着，她闷得难受。黑娃兴奋地直拱丁香后背。现在已经夕阳西下，丁香还要缠着大哥带着菲菲去山上走一圈，要给菲菲福利，更要让她记住这个家。丁立春又拉着菲菲，背着丁香，带着丁立人和黑娃去了山上。几人一鹰一狗玩到太阳落山，天边只剩几丝红霞才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丁香不厌其烦地跟菲菲念叨：回家，回家。必须让菲菲熟悉回家这2个字。吃完饭，丁香让丁昭给自己过了一下秤，42斤软一点，再拿2斤蜜之木，44斤。菲菲雕这种重量应该没有问题，再多就不好说了。一次少拿些，多去几次。当然，若菲菲能自己雕蜜之香回来就更好了。睡觉前，丁香又看了一遍书上对蜜之香的描写，再拿出紫葫芦看了看，闻了闻。她还是觉得极具特色的紫葫芦应该不同寻常。张金石听医馆里的人说，当初丁家卖的那半边灵芝被掌柜卖了1000两银子，金老大夫还和他吵了架。丁昭和丁香虽然不忿，却没法子，谁让那时自家急等着用钱呢？这次得了蜜之香，一定要弄清楚行情，最好让爹爹和大哥拿去京城或江南卖。丁香猜测鸡头峰应该是地壳经过千万年的变化挤压而形成，枯树和蜜之香是鸡头峰变化之前的植物，也就是史前植物。苹果树不会存在那么久，不知是哪只鸟儿把哪里的苹果籽衔在那里唯一的一点土里生根发芽。由于土质特殊，苹果变种了。自己的确有极旺命格，香气把菲菲吸引过来，又梦到了那个地方，还带她去了。丁香傻乐半天，才把紫葫芦藏好，吹灭油灯。窗外星光透过窗纸射进来，依稀看到菲菲正温柔地看着她。丁香又在屋里跳了一阵，出了点香汗，四处弥漫着淡淡幽香。菲菲欣喜地叫了几声，大翅膀还张了张。丁香躺上榻，搂着菲菲的小脑袋，轻声说：菲菲，乖宝宝，你要再带姐姐去你家串个门子。上次探宝是为了救爷爷和这个家，而这次探宝就
就是要钱不要命了。又自我暗示，也不是不要命，菲菲这么聪明，自己命格又好，会平安回家的。不过要等到丁立春走后再去。练过武的丁立春耳聪目明，不能让他听到动静。还有丁昭，必须让他多喝一点小酒，睡得死死的。脸都小了一圈，你爷呀是没看到，否则又该骂我们亏待闺女了。不怪娘亲，是我这几天胃口不好，不想吃东西。申时，杨虎家的进厨房做晚饭，丁香跟了进去。杨婶，晚上吃什么？今天买了2根猪骨头，做香香喜欢的玉米萝卜大骨汤，再炒一个蒜苗豆干，油炸炒白松，昨天剩的水煮花生，老煎饼。我爹爹打铁很辛苦，再炒一个韭菜鸡蛋，给我爹爹下酒吃。香香真孝顺，好，我呀再炒一个韭菜炒鸡蛋。晚饭端上桌，杨虎家的又把丁香的话说了，让丁昭急着开怀。还是我闺女心疼我，爹爹今天呀要多喝2盅。乐得丁昭多喝了5盅酒。吃完饭还不能让丁昭休息，丁香又缠着他讲历史人物。丁昭特别愿意在闺女面前显示自己有学识，搜肠刮肚讲着自己所知道的历史名人，特别是三国里的诸葛亮、周瑜、关羽、赵云、张飞。他一喝多嗓门就大，屋里用功的丁立人只差把耳朵堵上。妹妹的确是爹爹的贴心小棉袄，那些话讲了不下100遍，妹妹还是那么捧场。终于等到全家睡觉，万籁俱寂，继续等。大概子时初，夜风很凉，要多穿点。抱着事先准备好的绳子、镰刀、火把、飞行带，牵着菲菲轻手轻脚走出南屋。火把既能照明，也是对付野物的武器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做了个套子，把头套上，只露2只眼睛。若有人看到，就把他当成鬼吧。他打开东厢门出来，再把东厢门上的锁鼻按下，插了根小棍子。星光满天，清辉满地，秋夜寂静无声。丁香似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房檐下的黑娃睁开眼睛又闭上，没搭理他们。狗家困极了，大半夜的，不想跟你们一起疯。丁香又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才坐进飞行带。那里，红苹果，红苹果。菲菲伸开大翅膀，叼着丁香飞起来，向红苹果飞去。她没有走人们去后山常走的路，而是直接向北福山飞，越过陡峭的北福山，再向南飞，穿越无边夜色，飞过高山大河，一人一鹰又来到了鸡头峰下的枯树树杈上。菲菲叫得得意，丁香抱了抱她，四周观察着。星辉下景物依旧，枯树如初。人类是渺小的，他过了3年1000多天，长高了1大截，长重了好多斤，而大自然似只过了1秒不到，什么变化都没有。菲菲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安家，说明菲菲不是一般的豹鹰。丁香又仔细看了看，听了听，没有敌情。他不敢在树上点火把，怕把菲菲的家烧了。虽然没有月亮，星光依然明亮。他开始观察枯树，一个个树杈，一根根树枝，一点一点看过去，终于在靠近树冠的一根枯枝上看到一个紫葫芦，比他摘走的那个葫芦颜色浅一些，腰小一些。旁边的树枝上还有一个灵芝，也比之前摘的灵芝要小一些。葫芦和灵芝长得高，周围又有枯枝缠绕，他肯定爬不上去，把手里的绳子甩上去，拉断那几根枯枝，倒也可以取到。但丁香不忍心那么做，这里是菲菲的家，不能把她的家破坏了。他跟菲菲说了半天，那里，葫芦，灵芝，拿下。菲菲都傻愣愣看着他，不知何意。无法，丁香只得暂时舍弃，等以后把菲菲训练好了，看他能不能帮他取回家。树太高，丁香的小短腿下不去，他指着离藤蔓较近的一块平整大石，那里停下，那里停下。这2个词和动作菲菲听得懂，又叼起细麻绳，把丁香放在大石上，离藤蔓比较近了。丁香闻到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气，丁香更加断定这就是蜜之香。她身上的香是百花齐放之香，哈哈！她情不自禁笑出了声，伸出小手拽了拽藤蔓，拽不动，便用镰刀齐根部砍最边上的一根，人小劲儿小，砍了几下才砍断，拿在鼻下仔细闻了闻，
枝干要香一些，枝条要经过加工燃烧，香气才会更浓吧。他掂了掂，这根蜜汁香大概1斤多一点。他又砍了一根，心部是棕色，接着砍第3根、第4根、第5根、第6根。他数了数，没砍的还有26根，先留着，这么好的东西不能都霍霍了。他一次只能带3根回去，就紫红棕各拿1根卷在一起。这次他带回去3根，另3根卷在一起，再找时间来拿。其他的蜜汁香就期许将来把菲菲训练好，让她自己过来拿回家。现在不敢让菲菲自己来拿，怕东西没拿回去，她也不回去了。又要把带回去的1根蜜汁香底部让菲菲咬几口，制造被她咬下来的证据。咬在木头上，痛在丁香的心。她咬的是黄金呢。待的时间已经够久，即使觉得这里还有没发现的宝贝，丁香也不敢再耽搁。镰刀是杨虎不用的旧镰刀，就放在这里了。飞，回家。菲菲又叼起飞行带，飞出石洼，离开鸡头峰。来的时候，丁香估了时间，大概飞了1个小时左右。若菲菲走直线，或许10几分钟就能到。路上没出什么意外，有几次树梢晃动，菲菲都提早发现敌情，避开了。丁香反倒不怕山里，而是怕山外，怕有人看到闹出来，或是被猎人看到射死他和菲菲。菲菲终于平安降落在丁家院子里。丁香把1根蜜汁香放在外面，让菲菲守在一旁。黑娃又睁开眼睛看了一眼，没搭理他们，继续睡觉。丁香把飞行带和2根蜜汁香拿进自己小屋，放进柜子里。她把衣裳换了，把脸和手擦净，又轻轻在屋里转了几圈，让身上由凉转热，才跑出屋，抱着菲菲激动地说道：菲菲，你又回来了，太好了。菲菲冲丁香叫着，不知她又唱的哪一出。哎呀，香香，你这孩子怎么出屋了？大半夜的，快回来！菲菲晚上不好好睡觉，用脑袋顶窗户，我以为她想家了，就把她放出去了。刚刚我听到她顶窗户的声音，跑出来看，她又回来了，还叼了这根树枝。咦，树枝咋这么熟悉呢？丁昭的眼睛一下亮起来，接过树枝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这不会就是蜜汁香吧？张氏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核桃，前几天才说了蜜汁香，今天菲菲就带回来了。当家的，你看清楚了？这么香，又长得一样，定是蜜汁香无疑了。哎呀，这才发的，怎么像做梦啊？张氏笑得出了声，又赶紧把嘴捂上。他感觉不真实，却不得不相信他家要发大财了。爹娘，妹妹，你们怎么了？杨虎夫妇也打开门出来。丁昭说道：哦，没什么，菲菲走了又飞回来，你妹子高兴嚷了出来，都回屋睡吧啊。芯子是棕色，香气浓郁。菲菲拿回来的一定是上品或者极品，香气当然浓郁了。丁昭认同的点点头，当初菲菲拿回来的紫灵芝就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不管是不是上品和极品，是蜜汁香就值大钱。爹爹，这次不要在县城卖，他们给不起高价，说不定还不识货。还是要把蜜汁香打听清楚，不能再让人蒙进去。这东西先藏好，不要说出去。明天我去跟父亲说说，再去县城一趟，让立春侧面打听打听。表示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兴许有人护送过蜜汁香也不一定。弄清楚了，去京城或者江南5城卖。哎呀，明天让杨虎家的去镇上买几斤羊肉和排骨，好好慰劳香香和菲菲。丁昭把丁香抱起来，看他的眼神既温柔又惊喜。自己一时心善，把这孩子抱回家，没想到有这种好报。卖了钱，给香香攒多多的嫁妆。现在不说嫁妆，卖了钱买个2层铺子，开绣房，让全家过好日子，让大哥考武举，不让爷爷再辛苦。还要修个更大的院子。听我闺女的。那根蜜汁香由丁昭拿去北屋，锁在炕柜里，两口子兴奋得睡不着。丁香一觉睡到日上3竿，丁真姐弟过来才把她吵醒。丁香穿上衣裳，牵着菲菲走出来。张氏给她洗脸漱口，把一人一婴的吃食拿过来。丁真极是羡慕丁香，香妹妹可真享福，想睡多晚就睡多晚。丁四牛去跟丁力来玩，
小姐妹又在檐下打烙子。丁香要给菲菲打一个漂亮的专门冬药片子的烙子，由菱形的小方格组成的长方形烙子，蓝色，两头各缝一根带子，把布块夹在带子里，拉了粪便就把布块取下，重新换一块。丁真捂着嘴悄声笑道：这些东西有些像我娘用的月经带。哪里像了，宽得多好不好？哼哼，这根小木棍儿真比沉香还稀奇。书中是这样写的，错不了。武大叔对蜜汁香知道的比较清楚，说蜜汁香比龙涎香还稀有。紫色的蜜汁香是几种蜜汁香里最值钱的，极品做的手串能卖到上万两银子以上，上品的能卖到8、9千两银子一串，次一等的也要卖3、4千两银子一串。极品棕色和极品红色蜜汁香珠串能卖5、6千两银子一串，上品的能卖3、4千两银子，次一等的卖1000两银子以上。做香料的树皮和枝蔓，看品相，1两值10两至100两黄金不等。众人都倒抽一口凉气。树干粗的地方可以雕一个长方形的小摆件，或者是4个扁形的小挂件，剩下的雕珠子大概能雕20几颗。就按最便宜的算，这根蜜汁香怎么也得值4千两银子以上啊！丁香开动脑筋，按最贵的算，值8000多两银子呢。再想想柜子里的紫色蜜汁香，若是极品，值3、4万两银子以上。还有鸡头峰那一片，老天哪，那得值多少银子呀？丁力来在这里就好了，马上把一笔笔账目都算出来。丁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：爷爷，你不是会木工活吗？能不能把木头磨成珠子，自家加工，再在织绣阁卖蜜汁香珠串，能挣更多钱，铺子也出名了。会是会，但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怕糟蹋了。上面有纹路，怎么切割漂亮，怎么打磨，那是有讲究的，还不能浪费。最值钱的芯子尽可能雕成挂件和珠子，只当香料有些可惜了呀。那个地方做圆滚滚的珠子太小，显得小气，但可以做成稍长的椭圆形珠子。丁香把这个意思跟丁壮和丁昭说了，卖蜜汁香的时候要专门把这一小节留下来。丁壮笑骂一句：真是一个小人精呐。他又想起丁池的那个命格之说，那小子在看相上或许有点真本事，可惜把自己和媳妇儿作死了。这么值钱的东西不能随意卖，再打听打听京城或吴城哪个香料铺子信誉好，去哪里卖。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哼，妹妹也跟我藏私。谁跟他藏私他都无所谓，可妹妹给他藏私他就伤心了。爷觉得二哥岁数太小。我是你哥哥，我比你大。哥哥当然比我大了。嘿嘿，是这么回事，咱家呀得了样值钱的宝贝，哥哥千万不要说出去。得了什么宝贝，丁香没说，已经让丁立人喜得眉开眼笑。丁立来小朋友跑过来问：妹妹，你在跟二哥说什么悄悄话呀？在几个长辈看来，或许有些话能跟丁立人说，这孩子聪明口风紧，但绝对不敢跟丁立来说，觉得他岁数小又诚实，怕他说漏嘴。丁香却看得清楚，丁立来虽然不太懂人情世故，诚实不会撒谎，但只要答应的事儿，绝对会信守承诺，而且一根筋的守诺，严刑拷打都不会说出来。哎，你就别问了，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，我爷爷不许说出去的。丁香又悄声笑道：嘿，咱家呀得了样值钱的好宝贝，三哥千万不要说出去。丁立来忙用小胖手捂住嘴，喜得连连点头，又纳闷道：咱们坐在家里就能得到值钱的好宝贝，我爹爹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挣大钱呢？丁香翻了下白眼，没理他。知道了想知道的，两个小少年搂脖抱腰去屋里发奋。晚上，丁香又在想哪天去把那3根蜜汁香拿回来，再一根一根面试。必须尽早去拿，越往后越冷，半夜飘在空中冻死个人。等到明年天热，自己体重增加，想去菲菲也叼不动了。下次或许是最后一次，再看看那里还有没有之前没注意到的好宝贝。我想跟像妹妹一样的小榻，可我娘不同意，说我长大了应该睡床。看看，换成床，我的小屋就比妹妹小屋差远了。
好奇怪啊，贞子的小屋比香香的新，为什么看着就是没有香香的小屋好看呢？真是床的关系。丁香笑起来，这就是偶像效应。偶像的东东，不管什么都是最香的。半夜万籁俱寂，连点风声都没有。丁香又带着菲菲轻手轻脚走出屋，一出门就能听到丁壮爷爷的呼噜声一起一落，很好的掩盖住了丁香弄出的轻微响声。黑娃又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，又闭上继续睡觉。丁香戴上头套坐进飞行带，被菲菲带上天空。夜空深邃，繁星点点，半边明月斜挂天边。秋夜是如此宁静美好。今天初8，明月还在天边，说明现在不到24点，应该是亥时末。第3次探险，他的心情比前2次放松多了，还有心情欣赏夜景，看得树间摇曳，也不像之前那么害怕。到达鸡头峰时，天边的明月已经落山，虽然只有星辰，依然把石洼里照得透亮。着陆点还是鸟巢的旁边那个树杈上。丁香先四处看看，再仔细听听，确定没有敌情。他让菲菲把自己叼在放蜜之香的大石上，他先把那几根蜜之香放进飞行带，慢慢滑下大石，点燃火把，开始四处探宝。石头上、石壁上、石缝里、树下，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还真看到不少好宝贝。几块大岩石里有绿色或红色的晶体，一看就是什么宝石的原石，可惜挖不出来，也带不走。丁香的胸口痛了痛，继续找，又看到一面石壁的缝隙里冒出2朵灵芝，离他站着的底部有3米多高，看得到拿不到。丁香的胸口痛得更厉害几分，又继续在他能摸得到的地方找。终于在苹果树后的一处石缝里看到一块绿莹莹的石头，绿石头跟大岩石连在一起。他蹲下去，把火把伸过去细看，绿石头没有规则，有茶碗那么大，晶莹剔透，璀璨夺目，半透明，没有一点杂质，不太像碧玉或者翡翠，像祖母绿多一些，又不十分确定。1寸多长的连接处只有1小指那么粗，像大岩石上长出一个绿茶碗，大岩石里面含的绿色更多更大。大石头搬不动，绿茶碗总能拿回家。丁香一阵欣喜，终于又在一块微翘的大石下面发现一棵植物，这是除苹果树外长在这里的第2棵绿色植物。丁香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能长在这里的东西肯定就是好东西。不及细想，丁香拿起镰刀，跪在地上，斜着身子开始挖。在什么样的石洼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什么样的种子，开什么样的花。挖到一定深度，丁香看不到，只得伸手去摸，粗粗的像大萝卜，周围有密密麻麻的根须，长根须的大萝卜长在这里啊，会是……丁香一阵欣喜，真是一根人参，跟他小臂一样粗，比他小臂还要长，只是挖的时候看不到，断了许多根须，放进飞行带。丁香才后知后觉，这里是山里，外面有野物，时间过去很久，得赶紧回家了。他再次感叹，自己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快飞回家！菲菲叼起它飞了起来，3根蜜之香在怀，又多了一块大绿宝石和大人参，还看到几样有可能让菲菲取回家的东西。今天收获多多，那里真是神奇的地方，应该还有他没发现的好宝贝，就不要惦记了。丁香有些兴奋，又有些懊恼。贪财是人的本性，今天耽误的时间有些久，现在应该丑时末了，都是前2次太顺利，让他放松了警惕。飞了一阵后，丁香感觉到菲菲的飞行速度慢下来，大概因为这次拿的东西有点多，绿石头和人参加起来大概有2斤，他心里做着艰难的选择，若菲菲飞不动了，该把哪样东西扔了？绿宝石舍不得，人参也舍不得，实在不行，扔根蜜之香。正想着，菲菲越飞越低，把它放在一个低矮的山坡上。丁香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下意识抓住菲菲的脖子，意思是要跑一起跑，不能丢下我。菲菲被他捏得嘎嘎叫了几声，丁香松了手，望向四周。前面是奔腾着的白河水，白河水对面的南边极目处有一片村落，应该是老爷住的柳洼村。他所在的这片小山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，都是些松散的泥土和泥块，呈棕色和黑色。星光下泥土还有些发光，
没有障碍物，一目了然。目前没有敌情。他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了些许。望着这些土块，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这种土是不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稀土呢？有些像。他伸手拿了一个小土块塞进飞行袋，他看向菲菲，菲菲正温柔地看着他。他为刚才怀疑菲菲感到羞愧，他抱着菲菲的头亲了几下，轻声说道：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，咱可以回家了。已经飞了大半行程，菲菲能把他平安带回家。菲菲又飞了起来，终于飞到北泉村上空，丁香提着的心才放下。刚过自家房顶，就听到远处传来惊悚凄厉的大喊声：鬼呀！有鬼呀！鬼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有鬼？鬼呀！鬼有鬼！飘去丁掌柜家了，太吓人了！丁香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一着地就赶紧解开袋子，打开东厢门，拖着飞行袋往屋里跑。丁庄已经打开窗户，吃惊地看着那个小身影。丁昭和张氏也冲出了北屋，把丁香堵在厅屋里。那个大白头套吓了他们一大跳，张氏尖叫出声。丁昭走过去把头套取下来，不是丁香还是谁？丁昭阴沉着脸，一把把丁香拎起来扔去南屋，把门关上，又用脚挡住菲菲，不许她进屋。杨虎夫妇和丁立人、丁立来都跑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有鬼？外面又有人在喊：厉鬼进丁掌柜家了，拿着火把去看看。赶紧让丁掌柜杀鸡杀狗，放鸡血狗血。许多人都跑了出来，胆子大的跑来丁家拍门。丁掌柜，快看看，你们家是不是进了不干净的东西？二哥，你家没事吧？赶紧杀只鸡，明天请道士来做法。丁昭同丁壮对视一眼，走过去把院门打开。丁昭不好意思地笑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惊扰各位相邻了。是我家菲菲白天没玩够，大晚上的叼着篮子在院子上空飞，不好意思。他指了指院子里的菲菲和篮子，棕黄色的篮子在星光照射下泛着白光。菲菲正不高兴，张着大嘴冲他们嚎叫着。那个看到鬼的人半夜起来上茅房，看见两团东西在丁家院子上空飘，吓得喊了起来。由于害怕，他没大看清楚，挠着头说道：哎呀，好像还看到一张白花花的大脸。丁昭指着篮子：嗨，那篮子晃来晃去的，看着可不像大脸嘛。那人看看豹鹰，再看看篮子，好像就是他们。不是丁老掌柜，丁掌柜，你大半夜的，你要吓死人呢你啊！好在我拉完屎了，要不然屎会拉在裤裆里，这咋办？众人干笑几声，各自回家。大半夜的闹了这一出，大家伙生气，却不敢拿丁壮父子怎样。他们都知道丁壮2房孩子和3房孩子喜欢让豹鹰叼着他们飞着玩。丁香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老老实实站在屋里。丁壮和丁昭走进东厢，张氏还想跟进去。丁壮说道：我们有事，你带着2个小子睡觉去。菲菲非常不高兴，尖嘴使劲啄门。丁香站在屋中央，旁边放着飞行袋、火把、头套、几根蜜汁香、一块绿色石头、一根大人参、一个土块。丁壮有些明白了，沉着脸问：蜜汁香是菲菲带你进山砍回来的？丁香垂着的小脑袋点了点，小声嗯了一声。丁壮又问：灵芝、苹果、苹果汁都是菲菲带你进山摘的？丁香抬头，眼里蓄满眼泪，吸着小鼻翼。香香不想让爷爷死，想着苹果能送平安，在姥爷家时就让菲菲带我去摘红苹果。菲菲真的带我去了山里，那里有红苹果，还有治病的灵芝，我就摘回来了。怕爷爷爹爹担心，没敢说实话。说完又垂下脑袋，扭着沾满泥土的小脏手指头。丁壮又气又怕又心疼，压抑暴怒问道：你一共去了几次？算上这次，一共去了3次。先前我不认识蜜汁香，在书斋看了书后，想起我在山里看到过。我想多挣钱，开铺子，想让家人过好日子，不让爷爷太辛苦。初5那天，让菲菲带我去了1次，拿了3根回来。今天又去了1次，
这些东西你们都看到了。让一只鹰带你进山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若菲菲的嘴没有叼住，你会摔下来的，不摔死也会被野物吃了。若他把你带进山里不出来，你不被野物吃了，也会饿死。丁壮压抑着声音，冲丁昭怒吼：你也知道那样会丧命，为何不好好的看着孩子？孩子小不懂事，你这么大个人还会不懂事吗？孩子就住在你的对面，你是怎么看他的？爹，我……丁昭无言以对。丁壮的大巴掌突然抬了起来，丁香吓得一下闭上眼睛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巴掌没落在丁香身上，落在了丁昭脸上。丁壮又随手拿起一个凳子向丁昭身上打去。你他娘的差点把香香害死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丁香哇的一声哭起来。爷爷不要打爹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爷爷，是我错了，不要打爹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丁壮怕把丁香伤着，放下凳子，双腿不动，大巴掌使劲向丁昭脸上头上招呼。丁昭被打得脑袋掉了包，鼻子出了血，连躲都不敢躲，直愣愣站着挨打。张氏和丁立人、丁立来听见，都跑来拍门哭求：公爹，您老人家不要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爷爷，求你不要打我！菲菲更不高兴了，嗷嗷叫起来，大尖嘴更使劲地啄着门，门已经被他啄出无数个小坑。丁香跪下抱着丁壮的腿，尖声叫着，哭得直打嗝，小脸都涨紫了。丁壮足足打了半刻钟才停下手，抱着丁香坐去榻上生闷气。他气得前额青筋突起，手不停地颤抖。虽然感动香香对自己的孝心，但他宁可自己死，也不愿意丁香去冒那个险。让豹鹰叼他去山里，亏他想得出。这孩子是聪明，可胆子太大，再不好好教育，将来不知闯什么大祸。爷爷，下次不敢了，再也不去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说我急忘，我不是没事儿吗？听丁香提起丁池，丁壮更加生气，那个畜生就是胆子大，把自己和媳妇儿折腾死的。他抿着嘴，看都不看丁香一眼，也不理他，继续生气。丁昭抹了一把鼻血，去南屋拿药处理伤口。铁匠经常会受外伤，家里常备金疮药。他处理完伤势，把门打开，对站在门口哭的丁立人和丁立来说：无事了，回去睡吧。又对张氏说道：你去丽人那里歇着，我和爹有事商量。再生气，那些事情也必须马上处理。菲菲跑进南屋，翅膀张开，鼓着眼睛冲丁壮嗷嗷直叫，嘴张的老大，连通红的嗓子眼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若不是小主人跟这死老头亲密，非吃了他的眼睛不可。爹，莫生气啊，我以后会把香香看紧的，不让他闯祸。爹爹，对不起，是我做错了事儿，挨打的应该是我。看到没有，咱们家宁可不要钱，也不愿意你出事。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就家破人亡了，还有那么多钱做甚呢？丁香的眼泪又汹涌起来，保证道：我错了，再不敢了。丁壮指了一下凳子，坐下。丁昭坐下，丁壮这才看向丁香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什么样？在鸡头峰上。除了他做的梦，丁香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，又去把柜子里的2根蜜汁香和紫葫芦，荷包里的绿石头渣拿出来。父子对视一眼，脸上没有一丝喜悦之情，相反更加严峻。香香，记住了，这是我们3个人之间的秘密，谁都不能说，包括你母亲和哥哥。财帛动人心，更别说那么大的巨额财富，若是传出去一星半点儿，被有势力的人知道，他们不会顾及你的安危，会强迫菲菲带你去拿宝贝。他们还会想办法控制你的体重，让你和菲菲为他们做事，或者胁迫你和菲菲带路去鸡头峰取宝。鸡头峰地处群山深处，还隔着峡谷，身势险要，进去容易出来难呐。不管哪种情况，你和菲菲都是九死一生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许再做。刚才是你们运气好，飞到咱家上空，那人才发现。若你们一出山他就看到，村里人再把你们打下来，再看到你们手里的东西，你就完了。爷爷和爹爹只是小老百姓，连交子铺都对付不了，丢了性命也护不住你。傻妮子，恶人的恶，
你是想不到的。饺子铺的亏咱们还没吃够吗？为了钱连命都不要，不值当。也不是在努力的挣钱吗？宝刀就快打好了，你想开铺子，咱们有钱，为什么要去涉险呢？钱太多，东西太好，咱们护不住，日子相反，倒不安生。丁壮和丁昭连说服带吓唬，轮番教训着丁香。丁香还能说什么呢？瘪着嘴承认一切错误，并表示痛改前非。别的家庭几两银子就能卖儿卖女，而他的家人宁愿舍弃万贯钱财，也不愿意他出事儿。这根人参有6片副叶，应该在1000年以上，说不定跟那朵灵芝差不多年岁。虽然根须断了一些，药性还在，比那朵灵芝更值钱。你不是会炮制药材吗？把这根参刨了，不卖。咱们家有钱了，能救命的东西就要留下来。丁昭点点头，又拿起那块绿石头。我不识货，不知道这东西是翡翠还是玉石，但这么大的个头没有一点杂质，绝对价值不菲，价值连城都有可能。又数了数碎石头，22颗，稍微大些的能单独打首饰的有7颗，15粒碎渣，打磨出来跟大米粒或绿豆粒差不多，只能给大宝石做陪衬。这些东西都是香香拿命换来的，大哥的绿石头和这根紫色的蜜之香，就香香自个儿收好了，将来当嫁妆，好好的保管，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。剩下的就给家里吧，人参留着，先卖2根蜜之香，改善家人生活，另外3根藏好了，以后再说。这些小石头嘛，看着比孙老爷拿来的几颗宝石都好看，亮闪闪的，也能值一些钱。7个大点的拿去银楼打磨好，给香香和丽春娘还有那几个小子将来的媳妇用。这15粒碎渣，看银楼要不要，要就卖了。哎，爷谢谢香香了，为了爷的老命和家人过上好日子，香香连命都不要了呀。说到后面，丁庄的眼圈发红，他不敢想象，若香香为了取这些东西丢了命，他该怎么办。丁昭把丁香抱起来说道：爹也谢谢香香了。哎呀，爹没本事，让你小年纪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差点把小命都搭上。这么娇娇软软的小闺女，真是捧在手心里享福的。丁香心生感动，爷爷和爹爹把他们认为最值钱的2样宝贝都留给了自己。他倒不是想把那2样东西当嫁妆，嫁人的事情太遥远，那2样宝贝太好了，现在不宜拿出去，卖了也可惜，以后再说。他又瞥了眼紫葫芦和小土块，兴许这2样东西更有用，只是爷爷和爹爹不识货。明天切下来1截儿，以后我不忙了，给香香雕个小挂件儿，她长大戴在身上，不是她的身体香，而是这个挂件香。这根蜜之香的香气带有一丝丝的甜，有点像是果香，跟香香身上的香很好的融为一体。爹，聪明啊，这的确是个好法子。爹，蜜之香这么多，再切几片棕色的下来，给那几个小子每人雕一个挂件。我和你媳妇也1人雕一个，有这么多的蜜之香，家里人都该有。丁壮让丁香先把这几根蜜之香收好，等杨虎夫妇和张氏孩子们不在的时候，他拿3根去自己屋里藏着，另2根继续放在丁香屋里。人参和那几颗小石头放去丁昭那里。好东西要分散放，还要在这个屋里挖个小洞，把大绿石头埋起来。蜜之香别人不一定认得出来，但这块石头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宝贝，招货。对张氏和杨虎夫妇孩子们的解释是，丁香晚上睡不着，让菲菲叼着她在院子里玩，夜里菲菲兴奋飞高了一点，被人看到。丁壮生气丁昭没看好孩子，所以揍了他。丁壮父子都相信张氏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出去，但这件事大，绝对不能让他们之外的任何人知道。若张氏以后发现了人参和多的蜜之香，只说菲菲夜里叼回来的，以张氏的性格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丁香的哭闹声村民们肯定都听到了，就说他们想把菲菲赶走，丁香不愿意，又哭又闹，只得遂了孩子的意。商量完，天色已经微亮，微弱的晨曦射进小窗，把东西锁好。丁壮走时还把飞行带、头套和火把没收了。丁昭亲自给丁香洗了脸和手，才去北屋歇下。丁香又累又困，抱着菲菲一落枕就睡着了。早上丁壮气着了，丁昭脸上有伤，
都没去铁铺，又说丁丽来头上的伤好多了，今天开始去上学。杨虎去地里忙碌，张氏带着杨虎家的去镇上买棉花、做被子的粗布及吃食。院子里一下静谧下来，只有黑娃呼呼喘着粗气。丁壮出了上房，走过去踢了黑娃一脚，低声骂道：怎么看家的，人跑了都不知道叫一声。那么远的路把香香带去了山里，还安全的带了回来，那个小东西对香香是绝对的忠诚，还要把她训练的再聪明一些。香香总是要嫁人的，我有一天也要死。这个家陪伴孙女儿最久的就是菲菲，有了菲菲，孙女儿就多了一个保护她的人。啊，不对，是鹰，一人一鹰，还睡得香呢。香香双手放在头两侧，半捏着拳头，小脸酡红。菲菲趴着，小脑袋抬起，看了丁壮一眼，又垂在丁香的胳肢窝里继续睡。丁壮笑着看了他们一阵，才拿了3根蜜汁香去他卧房，先把一根红色蜜汁香的底部砍下半寸，可以给香香做个小葫芦挂饰。用不完的香木还能磨几颗小香珠，2个给张氏做彩镯，2个给丁香做彩镯。张氏是儿媳，公爹不好给她雕挂在胸前的饰品，她喜欢这根蜜汁香的味儿，这根暂时不卖，看以后再给香香做点什么。又把一根棕色蜜汁香的底部砍下5个厚片，给他们祖孙5人每人打磨一个蜜汁香平安扣。丁昭则是拿着人参去炮制。丁香是被饿醒的，她坐起来看到菲菲还睡得香。昨天小东西累着了，丁香没有去打扰她，起床穿好衣裳走出门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丁壮爷爷和丁昭爹爹各自关着门在屋里忙碌。黑娃刚要张嘴嚎，丁香嘘了一声，嘘。黑娃是只聪明的狗，马上闭上大嘴，鼓着眼睛看着小主人。丁香来到厨房，舀水浇脸，再从锅里拿出温着的鸡蛋米粥窝头吃了。他会做所有事儿，可长辈们就是不愿意让他自己动手。他又进屋里拿出那个小土块，跑去屋外对着太阳看，小土块里发着荧光，还有些多晶体。丁香更加肯定这是稀土。菲菲醒了，张着翅膀跑出来，对着丁香咕咕叫。他饿了。丁香去灶台上拿出一碗生鸡肉，这是张氏走之前给菲菲准备的，把碗放在房檐下，菲菲跑过去吃起来。黑娃也跑了过来，丁香又进厨房拿了一根棒子骨给他啃。昨天晚上三房让他们端回来1碗4喜丸子，1小盆棒子骨汤。家里要有钱了，不仅不能委屈了人和鹰，也不能委屈狗。爹爹，痛吗？是香香不好，都是香香的错。丁昭把他抱起来说道：香香不能再淘气了，否则你爷会打你爹打得更狠。若不是怕把香香吓着，老子会打得你1个月下不来床。2个大活人，孩子半夜跑出门都不知道，怎么当爹娘的？丁香的嘴翘得更高，幽怨地说：哼，香香生气了，不理爷爷了。丁昭的心软得像天上的云，他得意地看了老爹一眼，意思是我闺女就是我闺女，他心疼我的紧。哼，今天早上我没睡着，一直想着池子的话。香香有这么多的奇遇，还能活着回来，他说香香是吉旺，肯定是准的了。这么说来，唐氏也是大旺，也是真的。有唐氏护着，池子不会轻易死，说不定在哪里好好的活着。不孝的东西，他倒是跑出去快活了，把烂摊子丢给我们。丁昭点点头，他也这么觉得。香香做的事比丁池更疯狂，他都能够平安回家，丁池和唐氏也不会那么容易死。丁壮瞪了一眼丁香，说道：还是那句话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。再大的福也有定数，不能把福泽折腾完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不能穷折腾，夜路走多了，终会遇见鬼。丁香乖宝宝似的猛点头。好嘛好嘛，我记住了。池子已经害了你们这房1次了，若是他活着，我不能让他再回来害你们第2次。等我打完这把刀，想办法把家给分了，我带着丽来过，把你们分出去。爹，你把儿子看成什么了？我怎么能不孝敬爹，还把池子分出去？我不会让丽来吃亏，这样只要池子不是犯了诛3族的大罪，他做了啥事儿都影响不到你们。只有你们好了，我和丽来才会好。
听了爷爷的说法，丁香暗比大拇指。丁池的确还活着，丁香也不愿意他再回来祸害自己家，哪怕他在哪里发了财，大旺也比不上自己的吉旺，不能让他害了自家，还要回来摘桃子。丁壮跟丁昭说了该如何分家，丁昭才点头同意。昨天夜里回家的时候，菲菲专门带着我停在一个小山上，山上寸草不生，都是这些石块。我觉得菲菲停在那里一定有用意。这土块会是什么宝贝吗？可是看着又不像啊。他纠结的眉毛皱起，小嘴嘟起。丁壮接过土块笑道：兴许是菲菲累了，恰巧停在那里歇息。这是吸精土，窑厂烧瓷会用这种东西，许多地方都有，不知多少钱。香香还真是个小财迷啊，把吸精土都当成了宝贝。丁香乐起来，他完全肯定这是稀土无疑。现代人会用稀土烧瓷，强化瓷器的光泽和硬度。经过专家考古，发现古代有些陶瓷也含有稀土成分，这里叫吸精土，是真的把它看成土。稀土在前世被认定为金属，最早由芬兰的一名科学家发现，它有许多用途，被世界各国争抢。丁香想知道更多的信息，拍着马屁：嘿，我爷爷真能干，会打铁，会木工活，还会烧陶瓷。若爷爷读了书，一定能考上状元，当首辅。平时丁香拍丁壮的马屁，丁昭都会跟着拍2下，但这个马屁他无法接。老爹再聪明，也不可能当状元，还当什么首辅？他笑着没言语。丁壮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小金豆子，小嘴蜜甜，爷哪里会烧陶瓷呀？只是去窑厂当了2个月的学徒，看到烧瓷用什么原料，主要有粘土、石英、长日。若烧精细陶瓷，也会加一些吸精土，增加瓷的硬度。那个时候我刚刚8岁，不定性，干了2个月就跑了。学打铁是10岁，一直干到现在。8岁就去当学徒，唉，为可怜的爷爷难过1秒钟。丁香的心又飞扬起来。这个时代已经知道稀土能增加陶瓷的硬度，有了硬度这个认知，也为那件事儿找到一个好借口。那座小山能用许久呢，还离家近。爷爷的话没错，丁池算命是准的。他如今忘了小家，有了这种吸精土就能望天下了。大半夜的，若菲菲把你带去远地方可咋整啊？那是鸟不是人，再聪明也不可能完全听懂人话。万一把你弄丢了呢？你这么好看，被坏人卖了可咋整啊？哎呀，你的胆子太大了，娘想想都害怕。说到后面都快哭了。香香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爷爷打爹的时候，我好心痛。这个娘比他前世的妈妈和这一世的亲娘好了千百倍不止，让他充分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夏晌，丁壮亲自带着丁香和菲菲去山上玩，希望把菲菲训练得更听话。祖孙2人和菲菲玩的太阳偏西才下山。回到家里，丁立人和丁立来已经放学了。2哥、3哥，丁立人和丁立来都没理他，小脑袋齐刷刷向一侧望去，呈45度角。我得罪你们了？是，你是得罪我们了。亏我一直认为妹妹聪明，却没想到是个傻大胆。你居然敢大半夜做菲菲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最后一句话是吼出来的。丁立来眼圈都红了，幽怨地说：我一直以为妹妹是最听话的乖宝宝，可现在才知道比我还不听话，敢半夜做菲菲，比我还傻。丁香又承认着错误，保证不敢再犯。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我们原谅妹妹了。丁立人又看向菲菲，把她教训一顿才算解气。3兄妹和好如初，取得全家人的原谅，丁香也松了一口气。晚上，丁壮把3个熟了的红苹果摘下来，1个全家分着吃，另2个留着过几天吃。之后，丁香不敢再玩菲菲的游戏，丁大牛来了想玩也不允。丁大牛大哭，丁山气的第一次揍了他的小屁股。菲菲在家里的待遇更好了，羊肉兔肉换着吃，连尿片子都是去镇上买的软布做的。丁香依然坚持训练菲菲，教她听自己的口令，看自己的动作。菲菲不耐烦展开翅膀想飞走时，丁香就会抱住她，然
让他闻闻自己香喷喷的胳肢窝。必须等他彻底习惯自家后，再放他自己出去玩，哪怕飞得再高再远，他也会回到这个家。晚上无人时，丁香就会把紫葫芦和蜜汁香拿出来让他闻和衔，反复告诉他这是什么，以后有钱了再买朵灵芝回来教他认。丁香有一个奢望，将来菲菲一切听他的指挥，自己把那些宝贝一样一样叼回来。有时丁昭会专门早点回来，带着菲菲和丁香去山里玩一趟。他的想法跟丁壮一样，别看四父是小子，小手巧得紧呐，他的小身板不可能打铁，当个裁缝也不错。杨虎家的又笑道，我今天呢还看到王氏去铁铺找师傅要钱，50文都拿走了，也没说给儿子留点，没问问他身上的衣裳是谁送的，日子过得怎么样。哪有这样当娘的？真的以为把儿子推给二爷爷他就不用管啦？今天丁四父正好去铁铺1个月，哼，我们也是心疼四父那孩子懂事可怜，愿意帮他。若是冲着丁有才和王氏啊，吃多了才去管他们呢。丁香又想起丁盼地，不知那个小姑娘现在在哪里，如何了。小姑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咬牙活下来，没有长歪。丁香直觉她在另一方天地也能坚强的活着。但愿丁盼地能飘落在沃土之上，在那里扎根发芽，平安幸福的生活。丁香起身又去找布块，不仅找了几块旧布，还找了几块自己做衣裳剩下的绸布，又包了几股绣线和几根针，交给杨虎家的。改天杨婶去镇上交给四父哥。晚饭前，丁立春回来了，他笑道：听我师傅说，镖局下个月中会押镖去吴城，赶在年前回来。我跟师傅说想去见见江南富庶，我师傅同意了。爹，你不是也想去江南看看吗？跟我们镖局一起去啊，还有个照应。要去要去。若能跟镖局一起去吴城，就安全多了，卖再多银子都不怕被偷被抢。又让张氏准备他们父子的衣裳，不仅要带秋衣，还要带冬衣。丁香也高兴，2根棕色红色极品蜜之香能卖1万多两银子，不是极品也能卖8、9千两。丁昭一个人去，他不放心。次日上午，丁立春带着丁香和菲菲、黑娃去山上玩。菲菲，去玩一会儿，姐姐召唤你就得回来。菲菲，菲菲，回来！清脆的童声在山谷中回荡，黑娃跟着叫着，丁立春也敞开嗓门喊，声音更大。那只大鸟调转方向，向丁香飞来，落在他怀里。丁香高兴地亲了亲他，丁立春也笑着把碗里的兔肉喂给他吃，之后又把菲菲放出去。来回几次，菲菲还自己在树枝上抓了一只鸟儿吃。2人一鸟一狗玩到要吃晌饭才回家。下晌又上山玩，天气再冷，大人就不会让丁香进山了，得抓紧时间训练他。傍晚，阴霾压顶，天空飘起雨夹雪，落在脸上冰冰凉凉。丁香举着黄色小油纸伞，带着菲菲、黑娃站在门口接人。这种天气，所有村人都不会打伞，但丁香不打伞，张氏就不许他站在外面。红色衣裙，黄色伞，如一抹鲜艳的晚霞漂浮在那里，让暗淡的天色变得明丽起来。路过的村人都会停下，看着丁香笑一笑，再说2句话。香香又等爹爹呢。天冷了，香香奶奶要多穿些。哟，这把小伞可真劲啊！是爹爹在县城买的。村口又出现几个熟悉的身影，不仅爹爹和2个哥哥回来了，爷爷居然也回来了。爹爹肩上还扛着一个长方形的箱子，丁香猜测箱子里装的是宝刀。爷爷用了10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把宝刀打出来了。他举着小伞迎上前：爷爷回来了，爷爷！哎呦，丁老掌柜回家了。该干的活干完了，以后在家住了。活越多，钱越多，丁老掌柜有福哦。是。几人进屋，丁昭把那把刀从木箱子里拿出来，刀鞘是棕色牛皮做的，上面压着黄铜云纹及铜钉，刀柄是黄铜做的，比一般刀柄略窄略圆，刻着炸裂的冰花，镶着宝石，拔刀出鞘，寒光森森。大刀有些像绣春刀，刀的2面刻着云纹图案，再加上丁香设计的另类刀柄，真是又漂亮又威风。丁香在心里比了个赞。丁壮爷爷虽然大字不识一个，但心灵手巧，还颇具审美眼光，算得上古代顶尖匠人。
众人一片夸赞声。冰壮还给这把刀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寒冰。